嗨，大家好！一大早就出来骑行啊。其实今天起来的很早，刚刚呢送我孩子去医院做体检，需要空腹，需要赶早，因为要抽血化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我呢就先回来啊，骑一会儿车，等他们做完了呢，再去接他们回家。所以呢，今天我就不出远门骑行了，就在村里头随意的骑一下。现在应该正好是出门上班的时候啊，早上不到8点，村里头啊车来人往，都赶着去上班。我呢也就融入到这些出门的队伍当中，感受一下这些繁忙的景象啊。今天看来是一个好天气啊，早早的时间啊，太阳已经当头照了。你看啊，这个祈福村内的道路上都已经停满了车，看来这个停车啊是越来越困惑大家的一个问题了啊。台风呢已经远去啊，经过了1个来星期的下雨天，凉爽了一段时间啊，现在又一切恢复炎热的天气啊。广州的夏天呢就是这种酷热天气，然后呢下雨，又恢复到这样的酷热天气啊，如此循环着。虽然呢已经是8点来钟的时候啊，按理说要出门上班呢，现在早就应该出去了。但是你看啊，道路两旁的车辆啊，基本上动都没动，有些车辆上面呢已经积了一层灰了，看来都好多天没开过的那种感觉，就说明呢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开车出门上班了，相信呢，其中一部分呢改乘公交、地铁，或者也有一部分人呢就居家办公了啊。当然也想象，应该有一些人呢暂时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我记得前些年啊，有一回去美国看望我的一个朋友，他呢从洛杉矶啊华人区搬到了更东面的一个新的小城，那边呢原来是一个牧场啊，就那个时候啊，还是到处弥漫着牧场那种养牛养马特有的那种气味啊。那座小城呢，距离洛杉矶比较热闹的地方啊，开车得有40-50公里以上，说不定有40-50 mile也不一定啊。总之呢，就是以我的这种认知啊，就住在那样的一个偏僻的地方，那工作怎么办呢？会不会每天都要舟车劳顿啊？非常的不方便。后来呢，就打听了一下。说其实美国在建这样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它其实呢，首先充分考虑到一个交通，因为它无非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延伸到一个新的出口，在这个出口呢，就建一个几万人居住的一个小城。别看呢是一个小城市啊，它也是五脏俱全，样样都有。除了该有的一些行政机构之外呢，更多的是一些公共的设施，比方说社区中心、公立的学校啊，从幼儿园到初中、高中，往往都集中在一个区域。那还有呢，就是每个居民区都有的服务性的设施，包括银行啊、购物商场啊、加油站啊。其他呢还有一些娱乐设施啊，健身中心、电影院，那更多的呢就是商业、休闲、购物的区域啊。总之呢，也是应有尽有。而这些不管是公共的设施，还是服务性的设施，还是商业设施啊，它都需要很多人在这边就业，所以呢，它基本上啊可以吸收本地居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啊就近的就业。你可能开车个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到自己的工作场所，甚至你骑个单车呢也能就近上班。还有部分人呢实际上是自由职业者，比方说各类的经济、房地产、保险各种的经济啊，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自由，而且大概率呢服务的人群啊就是周围的居民。所以呢，仅剩下一小部分的人呢，需要舍近求远，开着车呢到热闹的区域啊，或者地区的一些企业总部去上班。那这些人呢，相对来讲啊，他们的收入会高一些，所以呢，也值得为这份高收入付出一些代价。再加上呢，美国人他们很少有像中国那样的每天都要外出买菜、煮饭。一般来讲呢，他们都是1-2个礼拜啊去一趟大超市啊，买足1-2个礼拜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开车出行啊，一是上班上学，因为他们16岁以上就可以开车；更多的呢就是娱乐啊，进行社交的时候呢开车出门。所以跟我们这边呢完全中心化的这种城区的规划设置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在北美这样的地方啊，不是特别有那种城区、郊区这样的界限。很多人呢更乐意住在宽敞、安静的郊区啊。
选择在城里居住的人呢，要不就是年轻人爱热闹，要么呢就是贪图工作方便啊。而成家立业的人呢，往往都不会选择在城的中心来居住。所以只能说国情不同，生活环境不一啊，所以大家的生活理念在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啊，包括世界观、三观都有所不同，没有对错之分啊，适合自己的就好。我在祈福新村里面住了很多年了啊，作为一个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呢，也是长期都是开车通勤。只不过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专业地位的提高啊，就慢慢的就陷入一种没有人管，自己来安排自己工作，包括设定工作时间啊。对我来讲的话呢，以前出门很早会有赶在这个时候出门啊，一般都是9、10点钟，等到第一波上班高峰的人群出门以后，才会上班去。所以呢，上班路上当然有时候也会遭到一些堵车，或者是因为事故造成的拥堵啊。但整体而言呢，我算半个自由职业者，相对还好，没有那些朝9晚5啊，必须踩着点出门的人们那么痛苦。退休以后呢，挣钱当然就不是主要的目的了，只是偶尔为之，只是回应一下自己的一些老朋友啊、老病人，他们有时候点着名需要我去为他们服务的时候呢，才会在约定的时间啊为他们做一些服务。而大部分的时间呢，完全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啊，所以呢，才可以自由的出行，躲过各种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啊，甚至呢，看着天气出行啊，即便在村里骑行呢，你也可以找一个太阳不会很猛烈的时段。
现在呢，我在喜福湖边上的环湖路上骑行啊，看到很多村内的保安呢在维持秩序，特别是对那些堵着别人出行的那些车辆呢，在逐一的联系车主，因为他不挪走的话呢，被他挡住的车就没法出门，所以真的辛苦这些保安在维持这些秩序。同时呢，确实有些人也是不自觉，把他的车呢就是随意的乱停。我最近呢，因为有小孩回家嘛，有时候他们晚上也有活动要去和老同学见面等等啊，会去接他们回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很晚回到村里啊。确实要找到一个合适停车位呢，有时候真的还不容易啊。有时候要找个半个来小时才可以找到一个停车位。但是呢，无论如何还是要坚持找到一个不会给人家添麻烦的位置来停车吧，这是最起码的要做的事。而且根据经验呢，每次再晚都能找到啊，所以并不是没有空位置，而是说呢，可能没有那种方便的停车位了，你需要找一找，或者呢停的离自己家远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你早上可能早点去挪车之类的。我相信呢，大部分的村民啊都是这么干的啊。但是呢，每次早上有时候在村里骑行啊，甚至到了10点多钟，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车呢，就是停在阻挡别人出行的地方，然后呢就会被保安贴很多警告的单子，甚至在路上呢，一看贴着一些红纸的警告单的那种车辆呢，肯定就是我们祈福新村开出来的。除了开车出门的啊，你看现在左侧呢，2号线的巴士到站了啊。我看应该起码有10来个人在等这个巴士，应该都是去到祈福交通中心，在那边换乘公交或者地铁出门的。看来早早的时间呢，湖边就有很多人在那边闲坐休闲了，有打牌的，跳广场舞的，也有很多呢遛娃的。看来每天早上呢，祈福湖边上就像公园里面那么热闹。我是很乐见于这样的光景啊。这老百姓呢，应该有自由生活、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啊，只要不扰民就好。
围着祈福湖啊行了2圈啊，突然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这个湖畔原本宽敞的马路呢，现在都变成了停车场啊。你看有多少车停在这边啊？照理说都已经到了上班的点了，或者早就应该上班出门了。可这些车呢，你看基本上还都是停的，很多呢还被贴着这样的红色的警报纸啊，因为它停在了公交车的车站旁边等等的地方，非常妨碍别人的出行。但是大部分的车呢，还是停在了他们的该停的位置上。只不过呢，就是早上也没有出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每家人家都有好几台车，是车的数量太多，还是说很多人真的越来越不选择开车出行了呢？好了，我已经在村里呢转了一大圈啊，就当是体验一下上班时段村里的交通的状态啊。毕竟这个时段呢，在小区里面行驶的车辆呢还是多了不少，还是有一点繁忙的景象啊。由于呢现在还在暑假阶段啊，从外面进来送孩子上学的车呢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呢没有像以前每天早上啊都见到那种水泄不通的状况啊。那我呢就趁着早上的时候呢，就在村内啊做一次健身骑行。等一会儿呢还有任务啊，所以呢现在回家去歇一会儿啊，等一会儿还得出门。谢谢朋友们的陪伴啊，谢谢大家的观赏，欢迎大家转发，谢谢大家的点赞，再见，拜拜。